来到我们的频道。如果你喜欢影视深度解析，一定记得订阅频道，不错过每天最新最热的娱乐资讯。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很多人都好奇的问题：为什么导演们总是偏爱谭松韵？36岁的她，在新剧《我的山海》里彻底打破甜妹标签，出演90年代从山里走出来的打工女孩，收视率最高直接冲到 2.9%， 成为现象级作品。但问题来了，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娱乐圈，她凭什么能稳坐导演首选？答案或许藏在她身上那3条看不见的规则里。很多人第一次认识谭松韵，是因为她那张永远18岁的娃娃脸。但你不知道的是，这张脸的背后是整整20年的打磨。11岁，她咬牙坚持学习舞蹈。15岁，第一次拍戏，镜头不到3分钟。18岁，考入北京电影学院，从此开始跑龙套的日子。没有资源，没有背景，她只能靠一件事：拼。别人忙着社交，她在片场等机会；别人挑角色，她在演各种不起眼的小人物。直到最好的我们，她饰演耿耿，才真正被看见。但真正让导演记住她的，从来不是可爱，而是她能演你的人生。观众看她，不是看明星，是在看自己。2026年3月，《我的山海》登陆 CCTV 8黄金档，短短几天，收视率破2，直接登顶年度收视冠军。而最让人震惊的，不是成绩，而是谭松韵的变化。她不再是校园里笑容干净的少女，而是一个皮肤黝黑、满脸风霜的山村女孩。为了这个角色，她做了什么？体重减到41公斤，全程素颜出镜，主动晒黑皮肤，学习90年代方言与生活习惯，没有滤镜，没有美化，甚至可以说，她在刻意变丑。但正是这种真实，让观众彻底沦陷，因为她演的不是角色，而是一个时代的普通人。谭松韵1990年出生在四川泸州一个普通家庭，没有星二代背景，没有资本加持。她的人生路径其实很反娱乐圈逻辑：不炒作，不制造话题，不靠绯闻出圈。在一个流量至上的时代，她却选择慢一点，稳一点。在北电读书时，她性格安静，不爱社交。毕业后，她接的角色几乎全是配角，但她有一个很清醒的认知：与 GT 演员不是靠曝光活着，是靠作品活着。这句话后来被她一步步验证。回看她的作品，你会发现一个规律：她从不重复自己。2011年《甄嬛传》里的纯贵人，天真贪吃；2015年《旋风少女》，青春热血；2016年《最好的我们》，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。之后，锦衣之下，以佳人之名，锦心似玉。她可以是学生，可以是古代女子，也可以是现代职场女性。她的脸没有攻击性，反而成为一种优势，适配度极高。导演最怕什么？怕演员限制角色，而谭松韵恰恰相反，她可以适配角色。很多人以为她的成功靠脸，但在导演眼里，她的价值来自3个更深层的东西。第一条，角色优先，而不是自我优先。她从不抢戏，也不强行加人设，她愿意为角色改变，而不是让角色适应她。第二条，表演要生活化，而不是表演化。她的演技没有夸张情绪，却能让人共情。她不是在演，而是在活。第三条，职业操守比流量更重要。20年几乎零负面新闻，不迟到，不耍大牌，不炒作，不消费私生活。在导演眼里，这意味着什么？2个字：放心。在今天的娱乐行业，很多演员像短视频，爆得快，凉得也快。但谭松韵像什么？像一部老电影，不喧哗，但耐看。她不靠一部剧爆红，而是靠每一部剧积累信任。导演用她不是赌运气，而是做一个稳收益的选择。在当今娱乐圈，表达几乎成了一种竞争力。谁更敢说，谁更敢哭，谁更敢展示私生活，谁就更容易被记住。但谭松韵却走了一条完全相反的路。
他选择克制。这种克制不是冷漠，而是一种极其清醒的自我管理。母亲意外离世，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毁灭性的打击。如果换做别人，也许会选择在综艺、采访中反复讲述，用情绪换取关注与同情。但他没有，他把痛苦收起来，把情绪沉下去，然后继续拍戏、工作、生活。这种选择其实非常难，因为人性本能是希望被理解、被安慰，而他却反其道而行，把私人情绪与公众形象严格切割。这背后隐藏的是一种极强的职业边界感。他在用行动告诉所有人，观众来看的是角色，不是我的人生。这种边界感在今天显得尤为稀缺。当越来越多的演员把真实生活变成营销素材，他却始终把角色放在第一位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观众在看他时不会被演员本人干扰，而是更容易沉浸进角色之中。这是一种极高级的表演环境。演员消失，角色出现，而导演最看重的恰恰就是这一点。因为一个情绪稳定、边界清晰、不被舆论裹挟的演员，意味着拍摄周期更可控，舆论风险更低，作品呈现更纯粹。换句话说，他的克制不仅是性格选择，更是一种职业竞争力。我们习惯用什么来衡量一个演员的成功？热搜次数、粉丝数量，还是一夜爆红的速度？如果用这些标准来看，谭松韵似乎从来都不突出。他没有铺天盖地的营销，没有高调的情感话题，甚至很少出现在舆论风口。但问题是，为什么他却能持续20年稳定输出，并且越来越被信任？答案在于，他悄悄改变了一件事：成功的衡量标准。他不追求爆，而追求稳；不追求话题，而追求作品；不追求被讨论，而追求被记住。这3点看似简单，却极其反人性。因为爆红带来的是及时反馈，而积累带来的是延迟满足。大多数人会选择前者，但他选择了后者。于是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：很多演员是先红后稳，而他是先稳后强。他不是突然被需要，而是一直都在被需要。这种持续被选择才是娱乐圈最难的能力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给后来者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。在这个快节奏、强曝光的时代，你依然可以选择慢下来、沉下来，用作品一点点建立信任。这条路更难，也更孤独，但一旦走通，就更不容易被替代。所以，谭松韵的意义不只是一个成功演员，它更像一个信号。在浮躁的环境里，长期主义依然有价值，而这或许才是他最打动人，也最让人敬佩的地方。